Hello，Hello，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应该已经1个多月没有直播了，大家过得还好吗？空都晚安，竟然是法文版，Bonjour，现在已经是 Bonsoir 了，现在是晚上。Hello，吴奇峰，好扯，什么东西很扯？肖儿晚安，晚安。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因为没有想到要播什么，所以就之前就是跟其他 VTuber 一起玩的这个城市游戏。那这个密室逃脱之前是要申请在同一个网域才能玩，那现在的话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突然就没有任何那个公告，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公开了，所以现在的话大家都可以玩。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玩的，如果你跟你的朋友都会写程式的话，那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这个 Coding Game 这个网站。你到这边来，然后要先申请账号，然后你到这个 Activities 的 Cooperate 这边，那就可以玩到它里面现在是所有的关卡都可以自由的玩。对，那你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只有1个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创2个账号，因为它至少要2个人才能玩，那你就可以创2个账号，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那你就可以1个人玩这样子。好，那今天这个话呢，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很久没有直播的一个回归这样子。那之后的话，现在是有预定跟那个 Noli 一起玩，就是我们之前都会一起玩这个 Paiza 的这个城市的破关游戏，但因为他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播。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现在时间还没有定下来，那应该是之后会跟他一起联动，就是玩这个游戏。对，所以我今天的话就先自己玩这个之前玩过的这个密室逃脱。那为什么要再玩一次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关，就是玩到一半之后，他后面不知道是没做好还是我们破关的方法不对，他就直接让我们过关了。所以我今天就来重新挑战那一关，看看就是能不能正确的玩下去。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换其他东西来玩。反正就是今天就没有任何主题啦。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就是在留言区发问。好，法文好像看不太懂。Hello， 一章你好。对，今天的话呢，就用法文来挑战，因为我也是会法文的。那刚好这个 Coding Game 这个公司呢，它也是在法国的一家公司，这样子。好，那我就来念一下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吧。之前有看我们联动，可能已经知道了。好，那我们就来玩吧。Aquateca ane saison dis 是在某一个叫 Aquateca 的地方，770年。还不是要用法文讲话。现在对啊，我念这个用法文讲，但我破关讲法文，我讲也不好，你们应该也听不懂。En 770 de notre ère, une poignée d'hommes et de femmes ont réussi à infiltrer le puissant empire Maya au plus haut niveau. Ce groupe faisait partie de la secte Aquateca qui avait alors étendu son influence dans le monde précolombien. Leur objectif était d'étendre leur puissance afin de réduire à néant les empires. 边解题边翻译，对啊。我其实法文很久没念了，之前在法国留学，现在简单的还是看得懂啊，但我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这个故事内容呢，就是我们西元770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很厉害的这个男女呢，就是成功的潜入到这个玛雅王朝里面，就是他们成功潜到就是地位最高的那个地方。对，然后 The Group Faisait Partie 就是他们是 Aquateca， 就是这个 Party Faisait Partie 叫什么啊？就是属于 Aquateca 这个 sect， 就是一个区域的地方的人，然后他们想要 étendre， y avait alors étendu，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个 influence 就是影响呢扩大到整个世界上，对，然后 leur objectif。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继续把他们的势力向外扩张，然后
afin de réduire le néant les impurs， 就是他们要把这些 impur 就是不纯洁的人呢，他们要把它就是 réduire à néant， 就是让他们回归虚无，就是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这样子。Ils avaient réussi sous couvert de construire un temple à la gloire du Dieu suprême Viracocha à construire une véritable forteresse souterraine où ils pouvaient se réunir pour mener à bien leur projet. Leur puissance reposait sur un immense trésor qui était caché dans ce temple. 然后他们就成功把那些就是impure 就是不纯洁的人，就是非他们族类的人都已经就是驱逐完毕了。那他们就成功的建造一个就是供奉这个 Viracocha， 反正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个神的名字，他们就建造了一个神殿去那个就是祭拜他。然后呢，他们想要建造一个 fortress souterraine， 就是地下的堡垒，那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的黑域就是聚集在那里，然后把他们的就是这个project 他们的计划呢，在那里进行一个设计，然后实行这样子。好，那 le puissance reposait sur un immense trésor， 就是里面有包含了许多的他们的宝藏，那他们就可以运用这些宝藏来达成他们的计划，这样子。好，看到这个 impure， 我就会想到法国的歌词里面最后一句就是法国的歌词，法国国歌啦。法国国歌叫做这个马赛曲。那最后一句呢，就是有提到这个 impure。我们看一下哦。最近我蛮常唱歌的，就会很喜欢唱法国的国歌。要看一下在哪里去了啊？这个叫 Chanson impure après nos sciences， 就是他们想要让那个不纯净的血，就是外族的血呢，就是滋润他们的大地这样子。那时候就是这个应该是写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吧，还是什么时候啊？忘了。不对，不是革命的时候 ，Conflict invasion of France by foreign armies， 反正就是别的国家入侵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是写了这个国歌，就是要让那个民众挺身而出，拿起你们的武器去对抗这些外族，这样子。法国国歌的内容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玩这个吧。不知道它是只有这个页面是法文，还是里面也是法文。Hello Kokoro， 晚安晚安，好久不见。你之前说你是在实习，现在已经完毕了吗？结果怎么样？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就 lancer le jeu， 就是开始游戏。那我大概还记得那时候玩的内容是怎样，就是我记得结束了，做的东西可以说吗？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或者你只是说做的结果是怎么样也可以，还蛮想知道的。跟我的 nerve 有关吗？不好的回忆。好，那我们就来探索一下这个地方。记得这边有一个那个，这边也是法文。记得这边有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啊？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你是要移动这个方块，让它变成1、2、3、4、5、6、7、8。这个会不会太小？你们看得到吗？好像这个图没有办法放大。就是它原本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有数字，然后它现在的数字就是乱的，然后你要移动这些方块，让它变成1、2、3、4、5、6、7、8这样子。大陆今年特别难找工作，还是跟疫情有关吗？ L'eau est retenue par 3 morceaux de bois. Il est possible de les faire bouger en déplaçant les carrés de droite de telle sorte que la tige passe par les encoches prévues à cet effet。 就是呢，这边它的故事是由水流下来，然后呢，这个水呢是由3片木片，现在就是卡住的，对，然后我们要把这3片木片呢移到右边。那怎么移到右边呢？我们要 on déplaçant les carrés，
Dekahe 就是一个 kahe 就是一个方块，然后 deplace 这个就 deplace 就是 displace 嘛，就是移动，我们要移动这些方块，然后让这个每一个 teach 就是每一个木块呢都可以成功的移到右边，对，所以形状要像这样子。哦，你是用2张照片预测 depth， 哦，是 stereo 吗？还是就是任意的，不一定要是水平的？因为我之前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就是2张照片需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是 stereo 这样。哦，任意的哦，任意的，好像没有特别看过任意的2张这样子。我看过的是就是多张的，就是 multi view depth 这样子。哦，还蛮酷的。东公司的电脑设备太烂了，好多东西都不能用。它是没有什么 GPU 之类的吗？还是连电脑都没有？没有给你一台电脑。Hello Barrick， 你好。Il a 8 blocs déplaçables et un espace vide dans lequel je peux déplacer les blocs adjacents. Le schéma du haut représente l'état actuel, celui du bas l'objectif à atteindre. 好，那就是有8个方块 déplaç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然后 un espace vide 就是一个空白的地方 dans lequel je peux déplacer les blocs adjacents. Adjacent 就是周边的嘛，我们就可以移动周边的这个 block 就是一个方块这样子。然后 le schéma du haut 就是上面这个是一开始的，就是 l'état initial 在写那个之前在学物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初期状态，初期状态的法文就叫 l'état initial。然后 celui du bas l'objectif 就是我们的目标，对，这下面的就是我们的目标，要把它移动成1、2、3、4、5、6、7、8这样子。4、5个人用一张 GPU model， 这么多人用一个，那根本没有办法用吧？我之前的公司也是大家要一起分享，但是就是20几个人，然后应该有80几张 GPU 吧，所以就是虽然有时候会全满，但你至少可以用到1张的。对，有些机器是有8张 GPU 啊，有些4张，有些2张，有些1张这样子。那你就是要排队，如果比如说8张的满人就要等，但你可以去用，你去排1张的那个就可以直接用这样。但没有像你那么夸张，4、5个人用1张，这应该永远都用不到吧 ？Eric 最近在玩 V-Roy Studio， 玩出心得哦，是设计角色吗？我这个角色对，之前也是别人帮我设计的。反正这个我现在的双马尾是原本那个 V-Roy Studio， 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一个，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破这个。V-Roy Hub 好像，它是一个预设的角色。那预设的那个只有单马尾，哪一个来着？好吧，现在太多了，我找不到。反正预设的角色，然后原本是单马尾，然后我叫他帮我再加一个，因为我喜欢双马尾，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现在就觉得，现在这个就是 V-Roy 的这个模型，它不太真实，就很多表情都没有办法显示在上面，然后嘴巴这个开合也有时候不太灵敏，所以我现在想要做一个新的，对，就是等一下玩完这个游戏再跟大家分享。一张说我这个角色的衣服是别人设计的，没有，衣服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叫做 Boost 的一个网站，它就是提供很多这种素材。那我很多动作都是在上面下载，也不是下载，就是要花钱买。然后它就会提供，比如说衣服，比如说 clothes， 然后 V-Roy， 你这样子打的话，那就会提供有很多可以免费下载的衣服。那我这个的话是有些花钱买，有些是就是免费的，对，所以不是自己设计，是直接下载上面。Hello， 腿腿，慢刺啃的腿腿，安安。哦，现在正在自己画，好，加油！这个我不知道要画多久，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用过，我就觉得这个哇好累哦，这样子，这就叫别人帮我用。好，好，我们回来这里，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要移动这些方块，让它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然后呢 à chaque étape il est possible de bouger certaines pierres vers l'espace vide. Il y a donc 4 mouvements possibles de pierres up, down, left, right. 对，就是每一步呢都是可以移动一个方块，然后就是可以移动上下左右嘛。那我记得那时候也不是用程式写的，我们就直接观察出来这个移动的方法。好，那我这边也是直接用观察的好了，因为对之前这个就破过，那是后面半段好像这个程式出错了，就没有玩到。好。好，我们先连过来，然后呢，这边的话要回传移动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右边这个358已经固定了，所以我们只要移动左边这边就好。那我想一下，应该是移动4，我看一下哦，移动4到右边，然后2。6、1、7、2，好，应该是这样。我们移动4到右边，所以是 right， 然后移动2到上面 up， 然后我们把6移到这里来，6移到左边。这个会不会太小啊？你们看得到吗？再放大一点。反正这些字这样子都可以。好，我们移过来，然后移过来，移过来，然后再把1移到上面来 ，right up left， 然后1移到上面来，然后呢，对，移到上面来之后，7就可以移过来，然后6就可以移下来。哦，这边就是大家要想象一下。好，那7过来，6下来之后。现在这边是1、2、4的状态，那我在1往左，4往下，左下右上，应该就可以了。左右，好，然后我们再来验算一下，就是这个数字太小了，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移动这个过来，然后。这个上去，然后这个往左，然后这个往上，然后这个往右，这个往下，然后这个往左，然后这个往下，这个往右，这个往上。哎，好像不对，等一下，等下，好像移错了。1、2、4，哎，没错。好，那我们就 execute 就是执行。好，我们现在 success。好 ，success 之后 ，success 就是成功的意思。那失败叫做 échec。这边顺便教大家法文。échec 呢 ，échec 有2个意思，一个是失败，大家看到，反正这边是日文版，但是它汉字一样是失败。那 échec 的话也是西洋棋的意思，就是有2个意思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现在水流下来了。水流下来了之后，编译的法文怎么说？其实很多就是法文里面没有的字，他们就直接把英文拿过来，然后把它变成法文的动词。比如说编译的那个英文是这个嘛 ，compile。那日文不是日文，法文的话就直接法文的那个动词有3种形态。那最简单的形态就是它的结尾是 er， 所以呢，他们要把这个 compile 变成法文的话，就直接把结尾变成 er 就好。所以呢，法文的这个编译呢就叫 compile。现在这样才会查出 compiler。但是呢，用法文的去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 compile 就是它的法文版。procéder à la compilation d'un programme 就是编译的意思。好。好，那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对，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要把上面跟下面连起来。那时候我们就是随便乱转了很久。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哦，等一下，好像不是直接转，好像要 return 一个东西。
但我记得是不是可以用 manual 啊？哦，可以直接用手动输入的。我来念一下哦，念一下法文，我们顺便复习一下。Un labyrinthe qui retient l'eau, chaque disque peut tourner d'un angle multiple de 45 degrés relativement à sa position actuelle. Afin d'ouvrir le circuit, l'angle fourni peut être positif ou négatif. 然后 un labyrinthe 就是一个迷宫 qui retient l'eau, retenir 就是卡住的意思嘛，就是卡住了这个水。l'eau 就是水的意思。然后 chaque disque 每一个圆盘呢都可以 tourner 就是转，都可以转一个45度角的倍数。multiple de 45 degrés relativement à sa position 就是根据它当前的位置可以转45度角的倍数。Afin d'ouvrir le circuit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上下连在一起。然后 l'angle peut être positif ou négatif， 那这个大家看了就知道，就是可以是正的或是负的这样子。那必须要是45的倍数。那比如说，我忘记了要怎么用啊？45，应该是 échec。哦。这个的话可能要破一段时间，那我可以开很多个，我们把每个都连到不同的。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每一个独立转了。对，就是大家虽然我现在在玩这个游戏，但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发问。不用担心影响到我，因为反正这个今天就是一个没事做就来做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玩完啦。好，那这个的话要怎么转呢？比如说我们先转里面的，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它这个连到这里，然后再连到某个地方啊。那我比如说这个先让它跟这边连在一起看看。好吧，这样好像没有用，因为再继续转看看。哦，这样有办法吗？现在转一下中间的。好像不行耶，它水是没有办法流下去。所以我们换一个。哦，这样子有吗？这个连进来了。哦，中间这个不能动，所以是要先连到中间这一根吗？来，先连到中间这一根。那上面这里的话，但它一移动，这个下面就没有连起来。Hello， 朱婉轩，你好，晚安。第一次看到你。Monocular depth 的研究是不是有一些瓶颈了？我最近才看到那个，才发一篇新的，那个就是很厉害的那个，叫什么来着？Niantic Labs。Niantic Labs， 反正你要做单眼的话，你就找这一个就对了。然后我看一下 GitHub。
他们最近应该是有出一个新的，哪一个啊？是这个吗？哦，对啦，这个东西哦，不过这个好像不是单眼 depth， 这个是一个 video。好吧，这是 multi view 的，但他们之前都是做单眼的。不过好像那个好久以前咯 DVPR 2021。对，我一开始想到的是这个啦 ，Simple Recon， 但看了一下，好像这个是 multi view 的。对，所以你说的 Many Depths 应该是他们最近期出的一个 monocular 的东西。但其实后来我没有在研究这个方面，所以我就没有看它的，没有看它怎么做的了。但应该都是比之前的 Mono Depths 2啊，或者是更早之前的都还好。对，那不知道 Kokoro 你做的那个用到的是什么方法？是用到 Multi View 的方法吗？还是 Mono Depths 去进行一个改良啊？等一下，怎么破不了的话，我要破不完的话，破不出来，我就参考之前的直播了，开始作弊，看一下之前的直播是怎么破的。反正今天的那个。今天的目的是破后面的关卡，所以我这个就直接作弊看解答，找出当时的那个当时直播的档案来看一下。没有。哦，每个都用一样的名称，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比较像 MVSNet 哦，它现在还是用 Multi View 的方法。这个啦，这个，来看一下，这时候我们还在自由旋转当中。好，有了，破完的这个形状是长这样子，那我们就参考这个形状把它转一转。外面的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把它转回去。但公司比较想用哦，公司不准，公司还不准你。那是说公司他们已经原本就有了吗？原本就有，就是做到一半的方法之类的吗？等一下哦，里面的话是这样没错啊。最后最里面这一圈哦，再一下就可以了，成功。好 ，The mechanism de la roue a été enclenché， 就是这个轮子呢被我们成功启动了。那公司不准是公司原本就有开发，就是做到一半的嘛，还是他们就一定要用 Multi View 这样子？其实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一开始两个都尝试还蛮。应该算是正常的做法才对，或者说你的 mentor、你的指导者他是比较不喜欢的，那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之前的上司，他会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那你就尽量不要用他不喜欢的东西去做，这样子。对，会有一些研究者他会有他的喜好，那你就尽量避开他不喜欢的。哦，他们没有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啊？他们没告诉你方法，那你是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比他们厉害的这样子吗？好，那当时候我们是有做一个这个 Kano 的东西，那这个当时是优太写出来的。那今天的话就由我自己来挑战一次。好，那这个东西呢，再跟大家念一下题目吧。Il y a un système qui permet de remplir différents contenants. Il faut les remplir avec un débit précis pour activer un mécanisme. À l'entrée du système, il y a 12 ouvertures avec un débit de 4 que je peux boucher ou laisser ouvertes. Les ouvertures sont notées de 0 à 11 sur le schéma. Les contenants sont notés A, B, C et D.
Le débit à obtenir sont A égale 8, B égale 8, C égale 10, D égale 6. À chaque intersection, le débit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égales ou s'ajoute simplement. 好，那这个解释起来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图片都不能放大，要烦。就是左边呢有12个开口，从0到12。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些闸门，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能控制左边的，就是每一个开口，我们可以让它放水，或是不要放水。那如果放水的话，一次的水的量就是4这样子。那每一个水呢都会往下流啊。如果流到一个交叉口的话，那它就会平均分配成，水流量就会平均分为2。对，那比如说这边是4的话，到24的话就会平分为2跟2这样子。那如果进来的是10的话，不会有10，可能会有10。那比如说进来是10，那就会分成5跟5这样子。那如果是比如说30这个地方两边都有水的话，那直接就是相加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要得到的就是 A、B、C、D 的水量呢，分别是多少？分别是8、8、10跟6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就是控制这些进入的，就是我们要控制开关，就是哪些要开，哪些要关，然后让最后得到的这个水量是我们想要的8、8、10、6这样。好，你的 mentor 不是做这一块，他只是觉得用 MVS。对啊，但只有2张照片，所以其实，而且这2张照片是怎样？那个外部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就是通常 multi view 的话，就是多张，就是真的是多张，可能10几张、20张。那如果有那么多的话，你用比如说 CoMap 啊，就是来计算它的照相机的位置的话，比较容易。那只有2张的话，要计算应该是不行的吧？内外都没有，内外都没有，那要怎么算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没有东西。还是不同手机拍的，那等于没用啊，不是吗？那不就 mono depth？ 而且你2张不一样的要弄在一起，你还要知道它们的相对，至少要知道相对关系吧。mono depth 的话是没有任何参数，但因为只有1张啊，你也不用特别去知道它的内参外参。很刁难，对啊。等下这个是他有认真想过的吗？还是他就随便找一个东西丢给你？我比较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讨论出来这个题目的，因为我们现在最近，也不是最近，我们公司好像比较常招这个 intern， 之前的公司比较少，但现在的公司很常有 intern， 所以我有时候也要帮他们想，就是要做什么题目。因为毕竟我也刚进来，我也做的东西没有太多。吴吉峰说还要先对应特征，对啊，就主要是2张图片，你不知道它的关系，那你2张图片有2张有什么用啊？没有办法，就是组合在一起。好，等一下哦，这个是 Socti， 所以我们要输出的应该就是 True 跟 False 吧？看一下输出的话，要一个true 跟 false 的一个 list。上头的人决定的。那我比较好奇结果是怎样？结果会是什么？就是你试了什么什么这样子就结束了吗？对，你的 intern 是做多久啊？我们这边的 intern 做蛮久的，6个礼拜。好，那这一题要算的话，我们要先知道就是每一个这个阀，每一个开关它的这个连结的关系。那我们要先创造一个 dictionary， 把这些都记录起来。比如说，这个 dictionary 应该就是需要一个，它的 key 是每一个 input， 那它的 output 就是那一个所连到的 output，
就是它所连到的下一个闸门这样子，所以可能有多个，所以我这边的 dictionary 的 key 是一个string， 但 output 不是 output，value 是一个 list of strings 这样子。好，那比如说0的话就是24。好，那一开始构建这个要花一些时间，然后1的话是26，2个月，那也蛮久的欸。但如果是做这种不知道要怎么做的东西，做2个月，不知道你的感想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应该可以说啦，就是有一个 intern 进来，也是就是首先决定题目就我们花了超久的，花了2-3个礼拜在决定题目。那决定出来，那开始做嘛，那他好像写程式的能力也没有太高，那就是做了很多实验，但很多都是就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就是无效实验，就是可能做了一些东西，然后但做完之后发现，哎，我的 code 怎么有 bug， 然后就回去修改。那你做出来这些实验，因为 code 有 bug， 比如说一个 loss 没有写好啊，或者你的 input 根本就没有 update， 就根本就不是 trainable 的，你去下去训练那没有用，它根本不会更新。那你做出来的实验就等于没有用，那就很多无效的实验，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得到太好的结果，这样子。快逃啊！你还是用了 MVS 的方法。你是怎么用的啊？还蛮好奇的，因为不是没有外参吗？没有内外参，笑死了。啊 ，Mentor 连参数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点夸张咯。那他怎么指导你啊？你们应该还是会有开会这样子的吧？该不会他开会就一直点头称好？哇，这都太棒了，这样子。他也不太了解我的情况哦。说到这个，好像对，让我想起我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回忆。让他来看，让我 MVS 的，我之前也只有做一个，就是那个 Cascade 的，那我很久以前在研究，因为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可以重建那个3D 点云。那时候有实做一个这个 Cascade MVS Net 这东西，公式好像是阿里巴巴的吗？还是哪来的？应该是阿里巴巴的，我记得。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去实做了一次，然后在那个 DTU 上面训练，得到的效果还不错。但我后来就没有再研究那个方面了，就开始研究 Nerf 了。好，对，刚才说到我有一些不好的 intern 的回忆，但那也很久以前了，就是那时候也还没有学过任何什么深度学习，但反正也是就是程式的 intern。那时候在一家就是做 NLP， 就是做机器翻译的公司里面实习。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 mentor 嘛，但很不巧的是，不是他不好还是怎样，但就是不巧的是，我一进去没多久，就是他就是生了一场大病。然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那时候的实习是2个月，对，也是跟 Coco 一样是2个月。对，就是他就生病了，所以就我忘记多久了，反正就很久没来公司，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其他人都是不会写程式的哦，就是他们还是算是一种就是事业型的，就是在公司打电脑，但是就是处理，比如说跟别人联络啊这样子的一些文书的工作的公司。那所以除了那个人以外，其他人应该都是不会写程式的。那也对于这个比较就是机器翻译的这个软体比较不太有了解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人可以
问，然后自己又不知道要干嘛。那时候一开始有知道题目是做什么啦，但有题目不代表你可以想到要怎么做。我那时候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初学的一个人，那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还是要去啊，还是要去实习，还是要去公司。所以我就去了。那我也不能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所以呢，我就开始刷那个竞赛的程式。那时候在刷这个，那个时候在刷 Code Force， 反正就是一个写程式的竞赛的网站。我也没有特别要玩竞赛，我就是写题目这样子。所以我写了这个写了好久。那给我的题目，我就自己想自己的方法去做这样子。所以结果呢，就是到最后做出来的结果也不算太好啦，就是有做出来一些东西这样子。好吧，这是我不太好的回忆。好，不是 Kaggle，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Kaggle 是什么东西，那时候就随便找了一个那个程式的网站上去练习。好 ，William 好，你好，今天就是等你来问这个问题。好 ，William 的问题是如何做一个坐标的，就是 Nerf 的坐标的转换。我现在先暂停一下刚才那个游戏，我现在回答他的问题。这个东西的话，应该目前所有的 Nerf 只用 Nerf 的方法，比如说你知道什么 Nerf 啊、Neural Steam Flow Fields 啊，或者是什么 Ref Nerf 啊、Roll Nerf， 这些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NGP 的话可能相差一点 ，NGP 的话我没有太做了解，但是 Nerf 那些人出的方法就是你现在有很多个照相机嘛，那首先先看你这个照相机它的就是配置是怎么样的。那原本的话有2种嘛，一种就是你的这个物体在中间，然后你的照相机是绕着它，就是360度，就是各个角度都有照相机。那这个的话就很简单，它这边的坐标转换的这不是某个档的档徽哦，它就是先计算出我们会有每个照相机的这个原点的坐标嘛。那有了之后呢，我们计算所有这些它的这个中心点，就是取一个平均。那我们得到这个平均就会是这个坐标系的原点这样子。然后呢，它接下来再计算这个 XYZ 轴。那我记得它计算的方法就是直接它的 Z 轴，我们现在这个看的方向是从上往下看哦，所以它的每一台照相机，比如说这一台照相机的 Z 轴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 X 轴会是朝这里，然后 Y 轴会是往下的这样子。我们有右手坐标系这样子。好，所以它今天的这个Y 轴好了。今天这个 normalize 出来的这个 Y 轴呢，会是所有照相机它的 Y 轴的一个平均。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的照相机是就是朝的角度都差不多的话，就是那个往下看的那个角度都差不多的话，那平均出来就会像是一个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很多个这样子的轴的平均。那平均出来的话，应该会是往正下差不多。这个好粗哦，差不多会是往正下的一个轴这样子。好，那 Z 轴的话，我记得它也是一样的算法，就是所有的 Z 轴去做一个平均。那这个平均出来就不一定是朝哪了，但因为我知道 Y 轴，所以其实 XZ 在哪里都可以，只要定义出来一个平面就可以了，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的照相机今天是这样360度围绕着这个物体的话，那算出来的坐标系会是这样子的。我用红色画好了。对，应该是会差不多类似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是他们叫做 forward facing， 就是你今天的这个场景是所有照相机是大概在同一个平面上拍摄的，比如说像这样子。那这个场景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只是一个小物体，可能是一个无限大的，因为你可能会拍到很远的地方，甚至拍到天空这样子。
所以你的场景是一个无限大的在这边的一个区域这样子，这个还是好粗。对，所以这时候呢，它就会采用一个叫 NDC 的一个坐标。那首先呢，我们一样计算出，用刚才的方式计算出归一化的这个世界的原点。那一样，那原点的话是所有照相机的原点它的平均值。那比如说两个在左边，两个在右边，那平均值可能就在这里。然后呢 ，Y 轴一样是所有 Y 轴的平均。那 Z 轴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今天这个情况就会变成是这些往前看的轴的平均。那可能就会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往这个地方看这样子。那这个是 Z 轴，那 Y 轴往下，那 X 轴的话就由 Z 跟 Y 去做一个外积，得到这个地方。好，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在这里放一个假想的照相机。那再由这个照相机呢，它所生成的这个 frustum， 对，这个照相机呢会就是有一个生成的这个视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视锥呢，用 NDC 的坐标转换成就是一个正立方体这样子。那这个视锥它的决定方法，对，这个照相机呢，你还要确认说，就是我们 MVS 出来会有一些就是 sparse point， 就是你的场景的一些稀疏的 3D 点云。那它 Nerve 里面还有确认说，就是确保说你这个每一个 3D 点云距离。就是最近的那一个点啦，最近的那一个点距离这个照相机的坐标呢，距离都至少要是 1.33 的样子。我记得反正就是1除以 0.75， 反正就是确保它比1大一点点。对，因为我这个 NDC 它的 near 跟 far 是有规定的 ，near 是1，那 far 是无限这样子，然后再把这个转换成 NDC， 就是-1到1的一个正立方体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威廉，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要问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曼赤肯的推推说 ，source code 仅限学术使用。这个我不知道欸，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真正的把我自己的什么程式码用在商用上面，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但如果你自己复现，即使不用其他语言，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用的吧。不知道就是那个相似程度要多少才算你不能用？之后可能可以问一下我公司其他的人，因为我们就是其他部署的人有，就是把他们的程式正式就是上线，就是变成产品，那我可以问他们一下，看他们这个著作权的方面是怎么样在管理的。对，我自己还没有经验。想问 Nerve 要怎么算 depth？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原本不是原本，反正就是360度的话，因为它的坐标系就是 real 的嘛，就是那个 scale 规模是一样大的，所以那你要算 depth 的话，就直接用它的那个 volume rendering 的那个加权平均，就是你不是有每一个点它的 alpha 吗？我们说那个颜色是，比如说有 n 个点的话，就是 C1 alpha 1加上 C2 alpha 2，然后1减 alpha 1这一串东西一直加到 Cn 乘上 alpha n， 然后1减 alpha 1，然后一直乘到1减 alpha n 减1嘛。我们说有这个公式，这个是计算颜色的。那如果今天是算 depth 的话，那就把这个每个颜色都换成那个采样点的深度这样子。那采样点我们是用 T 来表示。那对，就是把每一个 C 每一个颜色都转换成这个样子，这样子就可以算出它的深度了。但是就是说，因为 Nerve 它是 volume rendering， 所以它每一个射线的深度都有很多个这个 alpha T 来控制，所以基本上它是我自己的实验里面它是不 consistent 的，或者直接叫 inconsistent 的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
我们这里有很多个照相机嘛，那你比如说在这个照相机算出来，在这个照相机你算出来一个 depth， 它 depth 投影到点云可能是长这样子。那你今天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照相机去算一个 depth， 那它今天算出来的 depth 可能就跟这个就长不一样，可能就长像这样子。所以就是你每一台照相机每一个地方投影出来那个深度，它其实是不一致这样子。对，除非你把它转换成 mesh， 那当然 depth 就会一致这样子。好，那 NDC 的话是有一个公式啦。NDC， 比如说我用这个 Z NDC 代表这个 NDC 的那个深度，然后用 real 代表实际的深度。那根据他那个论文导出的公式的话，它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实际的深度跟 NDC 里面深度。那 NDC 里面的深度，它是从在这个地方是0，然后在这个地方是1这样子。那0到1，然后转换成实际的话，你就采用这个公式。对，所以如果 Z 的 NDC 等于0的话，那代表说 real 的话是1。那如果是1的话，那代表说 real 的话就是1减1/1，那是正无限这样子。想请问用灰度跑深度学习，那要看你的任务是什么啊？对，有一些应该是不需要用 RGB 的吧？就是比如说你只要算边缘啊之类的，可能就不需要了。对，主要还是看你任务是什么。但基本上好像没有人在用灰度的，我看到的，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那个 ImageNet 的 Pre-train， 都要那个 Pre-train model 都是用 RGB， 很少看到用灰度训练。研究 Mesh 的 Nerf。Mesh 的 Nerf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最近的，反正我之前有介绍一些，比如说 Vol SDF 啊，或者是 NewS。那最近的话，我记得我有 Star 几个东西，但我现在忘记名字了。看一下我的 Star。Hello Liu Chris， 你好。太多了，对啊。虽然说太多，但其实我也没有全部都，不一定所有看到的都会 star。是这个吗？可能是这个吧，不知道。它这个是让那个 NewS News， 我直接念 News 好了，可能 NewS 怪怪的。就是原本训练出来，它这个是用 SDF 训练出来，可能有一些细节就没了。那用它的方法的话，所有细节都可以保持得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直接用 Depth 来算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好吧。我猜的。对，但如果是用 Mesh 的话，可能这个或者是我自己是没用过啦 ，NVDFrag 这个东西据说也是多个视角可以生成 Mesh 的方法，我没有用过。两个算出来深度不同，会是线性转换的关系吗？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照相机它所摆放的采样点的位置就不一样啊。因为你比如说这个照相机它可能采样点就是在这些地方，对，那加上那个 coarse to fine， 它可能这边是有一些，然后在边缘的地方很多，然后在其他地方又有一点。那因为你在没有地方的东西也生成了一些采样点，那你每个采样点你所计算出来这个 alpha， 比如说这里没有，但你可能会想说，那这里的 alpha 不是等于0吗？但其实它可能有一些很细微的值，比如说 0.001 啊，那你这些 0.001， 然后又很多个采样点它的深度不一样，那所加起来的误差就会导致这个 depth 的那个不一致。我是这样子想的啦。对，比如说你这个照相机的采样点就完全跟这里的照相机不一样，
你可能就会变这个样子。对，好，问题都解答完了。William， 这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因为今天问题的开头是你提出的，所以确保一下。好，我们回来解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解到，根本还没有开始解，没关系。我们现在是把那个所有连结的地方先把它算出来，比如说24就连到25跟37，然后26、25就连到30，然后26、连到25跟27。对啊，然后顺便再，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加油！然后刚刚倒水去了，看一下，它有一个提示出来 ，On peut-être avec les canaux, vous devrez débloquer le prochain indice, coup de pouce。反正就是我们需要，他就是问我们需不需要提示。indice 就是提示的意思，那我们现在不需要提示，先把它跳掉。就是刚才说到一半，就是今天有人分享那个实习的经验，就是 Kokoro 分享实习的经验。那我刚刚也说了一个实习的不好的回忆。那其实我还有做另外一个实习，就是反正就是学校规定的，也不是自己想的。但这个反正实习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在学校规定的东西当中。对，所以我还有做另外一次实习。好，William 有的，非常感谢。好，然后我做的另外一次实习呢，就是在可能是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的之后一次。反正那时候还是一样不会机器学习，我机器学习是很晚才学的。一开始的话就是跟资工系的一样，就是学什么那个资料结构啊、演算法那些，就不太有什么实务上的知识。好，所以那时候我找了一个实习，那也是写程式的，但是我就找到了一个想要我帮他写网站的一个地方，反正也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对，然后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写一个网站，也不是对外的那种网站，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就是管理员工的网站这样子，比如说要知道什么员工会什么东西啊，然后他的那个个人资料是怎样的这样子，然后就帮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网站。对，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也是真的只会一点点哦，真的只会什么 HTML 最简单的那一种。对，然后就直接边学边做，做中学，然后那时候还很搞笑的是，因为那时候反正那一家公司也不是算太就是太认真啊，这样说好奇怪啊。反正就是我直接说结果好，他就是有一个。他那个老板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好，等一下我再回答你问题，我先把这个有的没的说完。就是他那个老板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是做 share house 的。那时候我来日本，那个人是做 share house 的，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嘛，那他就说，要不你就是一周一半的时间在我这里写网页，那一半的时间去帮我另外一个朋友做事好不好？对，那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寄人篱下，因为他不是做 share house 的嘛，那他又是好朋友，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地方住，我就
那个老板就介绍他的好朋友的那个 share house， 所以我就住在他那边。对，然后所以他提出那个提案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半时间在我这里写程式，一半去帮那个 share house 好不好？那我就答应了。对，所以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帮别人扫地呀，帮别人装潢，笑死。对，你说真的，做到后面有一点不爽，因为他就是那个用人的方式很，就是让人做太多事情。对，没有啦，也不算啦，反正我就觉得人生体验也还可以，但就是有时候他叫我们做一些就是很累的事情，那时候做太多就会有点不高兴。好，然后 William 刚才又问了一个问题，解汉，对啊，这个的话为什么要加上负号？其实就是看你的坐标系是长怎样的啦。那 Nerf 他们原本提案的坐标系就是像我这边画的一样，就是如果我把它在这里画出来的话，就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可能画错了，这个是右手坐标系，但 Nerf 提案的话它是长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是这个坐标系的话，那你出来的那个 direction 就是 y 跟 z 都要加上负号。那如果是不加的话，就是像我这边画的这个坐标系一样，就是 x y z，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加负号。所以就是单纯是看你用哪一个坐标系这样子。那 Nerf 的话是用这样子的，所以它 y z 那边要加负号。写程式做中学，对啊，那时候我真的是网路从零开始学，笑死。但很厉害，我自己觉得啦，竟然可以在2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好像是2个月。我刚才第一个说的实习是3个月，对，我这次说的实习才是2个月，我才就是2个月就可以把它呢网站写出来，我也是蛮佩服自己的。但我后来就再也没有碰过程式，没有碰过网页了。那时候我用的还是那个 Angular，有叫 Angular JS 吗？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是写网站的？那时候我是用 Angular， 那也是一知半解，反正能用就好，能动就好。所以现在那些最新的 framework 啊，我是一个都不知道的。37就结束嘞。好，38的话连到37跟39。解汉，对啊，正在学 React， 好，加油加油！你们会觉得写深度学习跟写网站哪一个比较难啊？想问一下大家意见，我来发个投票好了。我发了一个投票，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好，然后我来看一下，好万能的实习生。最近狂补直播，第一次赶上直播哦，不错哦。你是在看之前我讲 Nerf 的东西吗？还是在看看我城市联动、密室逃脱？一章问说，研究 3D construction， 研究 depth estimation， 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Nerf 好像没有人特别用到 depth 的一些知识，我会用到比如说
bar steps 的 supervision 啊，但是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利用，倒还没有看到说真正用到一些很厉害的 depth 的方法。那你说 3D reconstruction，但是就是说那个任务来说真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也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两个同时就是变得更好。比如说之前介绍的这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它虽然没有完全用到，但是它也有用到一点点 depth 的那个 supervision。看一下有没有图哦。这里没有，下面这里。网站要写得好用，超级难。对啊，那时候，反正那个时候，反正实习的那个老板就有很多好朋友。那有一个也是专门写网站的，他一个人在写，那写出来的成果也是蛮厉害的。那时候我也跟他学了几招，这样子，就是大部分是那个 SEO。就是搜寻引擎的优化，你要怎么让你的网站出现在你那个 Google 上面 ，Google 的前几名上面，那些方法跟他学了几招。比如说这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呢，它有用到 Depth， 那比如说用 Mono Depth 算出来的结果，那它让这个Nerve 训练出来的 Depth 尽量相对来说。就是说，每一个像素它的相对的距离跟这个 Mono Depth 算出来的相对距离是差不多的。它有加一个这样子的 prior， 那训练出来的结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看过说，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Depth， 就是全部都用 Ground Truth 之类的方法。有啦，但是那个是 synthetic， 就是合成的资料。这个东西 DoNerve 呢，它是用 Depth Oracle， 就是它 Depth， 因为它的这个场景所有的都是 CG， 就是所有都是合成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游戏引擎里面知道那个深度的增值是多少。那你有了这个增值之后，你就可以让这个 Nerve 算出来的结果更好。但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两个都让它就是 optimize 的方法。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网站要写得好用，超级难。现在还是深度学习，觉得深度学习比较难的人多一点。但我不知道台湾的话，好像比较少深度学习方面的工作。是这样吗？至少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没有在台湾找。现在是吗？有人现在在找工作的吗？可以分享一下。Kokoro 的话，那是之后还要回到学校上课吗？在我公司里的几个实习生，他们都是硕士一年级。还有一些是大学的，所以他们实习完之后还是要回去上课的这样子。哦，回去学校上课了，现在硕二，好。写完嘞，不知不觉当中，我来检查一下，这个超多的，0、24、1、26、2、20、32。43、54、65、76、87、98、10、19、11、29、12、20、13、12、14、14、21、15、14、16、16、22、17、23、18、17、19、19、28。我现在在看连到的那个 input output 是不是正确？20、21、21、27、22、21、23、23、33、
24、25、37、25、30、26、25、27、27、31、28在哪？哦，28、35、29的话28、36、30、38、31的话30、32、32的话39、33、32、34、34的话是41、35在这，35的话是34、36、36是41、37的话是 A、38的话是37、39、39的话是40、40的话是 B 跟43。哦，这边写错了。好，41的话是42，42的话是44、45，43是 C， 44是43、45， 45是 D。哦，我们不错哎，我们刚刚分析那么久，结果只写错了一个地方，其他都对，太强了。好，那我们有了这个 dictionary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比如说在一个地方放水的话，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是多少？这样子。好，我现在来看一下留言。打算今年下半年写好小论文。哦，一章是现在是硕士吗？还是什么学历呢？毕业之后也想去日本找工作，原因是什么啦？是因为还是深度学习台湾做的不多嘛？是这样吗？我自己的话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还有刚好就是那时候日本有在招人，就来了。研二是硕士2年级吗？那就实习岗位，你可以投大公司。比如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法？中国的话，比如说那个就是阿里巴巴、百度那些，反正大公司 BAT， 然后小的在做视觉的话，比如说就是旷视这样子的，或者中国的话还有什么啊？就反正应该有很多那种自动驾驶的，不知道你对自动驾驶有没有兴趣？那时候在前一家公司的时候，也听闻很多中国自动驾驶的公司，也就是很厉害的。会先去东京当交换学生，想趁那段时间看能不能顺便找工作。这个是已经决定了哦，当交换学生这件事情。那很厉害恭喜你！顺便找工作，对啊，如果在那段时间的话有找到实习，那应该机会蛮大的。所以我们实习生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转换成正职。对，至少如果就是我们之前的几个实习生，我都有听说，就是他们做出来的结果不错，然后就是受到上司的认可，那就跟他们提案说你可以就是转正职这样子。对啊，如果找到实习的话，变成正职应该是蛮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先写，比如说我在0放的话，结果会是怎样？好，那这边要怎么写嘞？我来想一下哦。比如说在 x 放的话，它会跑到 D 括号 x， 然后 D 括号 x， 如果有2个的话，那就要除以2这样子。就要除以2。那我们是要每一个都要 for 一遍啊。最简单的话就是每一个都 for 一遍，但是还是要按照顺序。然后我想一下，那个的话，我记得当时的确优太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要让它一个一个流的话，比如说我0流到24，那我知道24的这个水位会是4，然后再让24继续流，那25会变成2，37会变成2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一个点这样子流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按照顺序从左流到右，要不然会造成说，比如说你流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左边还有水，但右边却没有，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就是不需要知道这些顺序也可以。哦，或者其实不是不用刚才那个方法啊，我现在有想到一个可能更好的方法了。普通的 BFS， 我先回答王金宇的问题。普通的 BFS 对，应该是可以用，但因为你有12个，那你就要在左边再加一个，然后让它按照顺序，应该也是可以。还是 BFS 就好了。想一下哦。好，应该是不对。等一下 BFS 的话，比如说你2跟这个3都连到20，但是你必须要先流完3才能流2，因为你会有12这个东西过来，你要知道这个的顺序才可以。BFS 的话，应该都是就是不能有相同的吧？我学到的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每一个指数都是独立的。当然，我们今天的那个东西，它是会有像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对，那如果用 BFS 的话，会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东西，但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让它继续流，因为上面这个还没有算到。Hello Ethan， 你好，赶到直播了。肖尔问说去日本工作压力大吗？那这个要看你的公司是怎样的。如果是传统的日企的话，那可能会有加班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话，朋友虽然不多，但也有耳闻一些朋友的朋友他们的那个情况，就是如果待到很传统的日本企业的话，那不管是做什么啦，就是有像我一样做研究的，那也有像就是普通的上班族一样，公务员那种，就是做公务的，就是纸本事务的那一种。那不管是哪种职业，那都会有这种加班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压力会蛮大的。虽然我自己是没有体验过，但据朋友的朋友说，就是状况好像都不太好，基本上健康方面啦。日本程序员加班没有啊？还是要看你待的公司是怎样的。不好的公司，不管你做什么都是让你加班的。像如果写网站的话，就是让你加班要把东西赶出来，也是常常有的。但这可能到处都一样。待遇怎么样哦？待遇的话，我不知道中国的是怎么样，但是比台湾的话，应该是好蛮多的吧。对，之前我有分享一个薪资的那个直播，但因为我的身份被我也不是被啦，就是我跟他们说我在做 VTuber， 就是我的公司的同事，所以我怕他们看到，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了。好，那我刚才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刚才想到的方法是，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独立的算，比如说我0放水之后，最后得到的 ABCD 会是多少这样子。对，比如说我现在0放水了之后，它在24会分成2跟2嘛，然后37的话会直接流到 A， 所以我这个每一个 input 对应到的 output 就会是0对应到的是2，那 A 是2嘛，我们就按照 ABCD 的顺序来写。那接下来流下面这边有2，那25流到30，那30流到38，
然后38流到37，那这边是1跟1，所以 A 其实会再加1这样子。那39、40，然后40流到 B 跟 C， 所以是3 0.5 0.50这样子。这边的话我是用手算出来哦，但是如果要得到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从左到右有那个顺序这样流过去才能算出这个东西，好吧？结论就是我说一下结论，结论就是如果你要写流的话，真的还是要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你要知道第一个流的顺序，然后第二个流的顺序是怎样才能正确的算出来每个 input 对应到的 output 是多少。好，那我这边就省略那个动作了，我就直接把每一个 input 对应到的 output 的那个值，直接把它看出来，用眼睛瞪出来。好，1流到26，那这边是2跟2， 2流到这里。瞪好像还是比较困难的啊，该不会还是要写吧？哦，但等等啊，因为这个的话只有一个 input， 所以所以可以直接用加的。等一下哦。我们这边要用一个 Q， 那是不是真的 BFS？ 它可能不是叫 BF。等一下，那王金鱼说的应该是对的就是我刚刚想的是，如果2个一起流的话，就是比如说2跟3一起的话，那要算的话就不能直接用 FBS， 但如果只有一个 input 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好像等一下，好像应该都是可以的。好吧，我刚刚不知道在说什么，应该就是用 FB 不是 FBS BFS。好，那我们要 import Q， 那 Q 的话应该是 from Q import Q。对对对，就是你写的那个东西。好，那我们用 Q 的方法来做。Q 等于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先 put， 比如说我们先 put 0。这样子，我们来算一下0流到最后 A、B、C、D 的这个每一个的水是多少？这样子。好，那我们就 while not q empty 的时候，是这样写嘛？对，就是当它不是 empty 的时候，我们把它很少用 Python 写这个 pop 吗？不是 pop。又要怎么拿东西出来啊？get， 那 get 的这个叫 x 好了，然后呢 ，x 是一个对，那我们要 get 的是它的一个 d of x， 是它流下去的那个目标是哪里？那比如说 d of x 一开始 x 是0嘛，那就是24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 for destination 这样子 in d of x， 我们要 put 的东西必须是水量也要一起 put 进去。等一下哦。那这边的话，我要叫什么呢 ？Water 好了。好，那对于每一个 destination 呢，我都把它
Q 点，我都把它put 进去，我都把 destination 对应到的 water 的话，因为它在这里会分流，所以分流的每一个的流量会是 water 除以这个的，我就直接除吧，除以它的这个长度这样子。那结束的条件是，比如说37流到 A， 那 A 的话这边 get 出来就结束了。那我要把这个结束的东西记录下来才可以。那就是说 if x in ABCD。就是如果它今天是在一个结束的条件了，那我就不用再继续往下，画了，不用再继续往下流了。那我就 print water， 我们先把它 print 出来好了。那我这边可以先试试看这个东西，就是这边的程式写的意思是我今天让0的地方流入4个单位的水。然后呢，我算出在 ABCD 最后进入的水量是多少，这样子。好，我看一下这个东西会不会正确。好，等一下哦。哦，这边要直接怎样 ？Continue 吗？哦，有了，就是0出来的话是2、1，这样对吗？这样对吗？2、1、0.5、0.5，怎么感觉不对啊？等一下一张台湾真的讲编程深度学习有方法的，最近在补李弘毅跟侯杰的课。李弘毅我听过，但侯杰我没有听过，不知道他上的怎么样。我们来 debug 一下，这个结果好像不太对，我看一下哦。我 print 一下这个 x 跟 water， 就是侦测它流的那个顺序是不是正确的。好，首先04嘛，那24的话是4。对，没错。然后流到25跟37分别是2跟2，然后25的话流到30是2，然后37流到 A 是2，这样没错。最后这边 A 流到1，没有把它 print 上去。那我记录一个好了，我把它记录在这个 L 里面。那 L 一开始是0000这样子。那这边的话，然后把它的这个。算了，不要用 list， 用一个 dictionary 来记录。那 A 的话 ，ABCD 开始都是0，然后我每当有水流到 output 的时候呢，我就把相对应的东西加上去，这样子。那 if AX 在这里面的话，那我的 out of X 呢就加等于这个 water。OK。然后最后来 print 一下这个 out。好，那这样子应该是对了，就是我们刚才手动算过，这个是30.5 所以呢，今天这个东西是对的。好，那我们如果今天再放1，就是改放1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改放1的话，就是算出来1流出来的最后的水量，那是 A 是 1.5， 那 B 是 1.25， C 是 1.25， D 是0这样子。好，那假设我今天2个都放的话，那它应该就会是2个加起来。好像不能这样子，好像要写2次。
好，然后我们再用一次的话，应该就是刚才的2个东西加起来。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怎样的 input 会使最后的 output 得到的 A、B、C、D 分别是8、8、16这样子。OK，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穷举法，因为这个题目它的 input 的大小比较小，就12个水阀而已。所以如果每一个都是有 true 跟 false 的2种的话，那最多算的次数也就是2的12次方。那2的12次方是4096，那这个值是蛮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那穷举的话还可以再加快，怎么加快呢？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对，这个东西是我们当时直播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结果是8、8、16，对 ，A、B、C、D 是这样子，直接在这里写好了，answer 是8、8、16这样子。相信聪明的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对，就是我每一个流进来的水，它一定都会流到某一个地方。所以假设我今天有4个单位的水流进来，那出来的水也会是4个单位。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output 的总和来算出我们会有几个开关是打开的 ，OK 吗？那我们算一下，就是8加8加10加6是32。那32除以4就是8，所以代表这12个开关里面会有8个是打开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计算的那个量缩减到 C 12取8，对，那就会比2的12次方还要小。我们来算一下 C 12取8是多少 ？Combination Calculator， 好，来看12取8。应该会比4096小蛮多的，对，几乎是1/8 495。对，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写呢？这东西要怎么写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2的12次方弄出来，然后看它加起来。只是看它是不是 input 是8个，那如果不是8个的就 continue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边要用一个 for 来写，就是 for 我们这边要把所有的 combination 都把它 for 出来。那所有的 combination for 出来的方法呢，在 Python 里面有一个叫itertools 的东西的一个资料包，那你可以用 itertools 里面的 combination， 或者所有的置换的话应该是 permutation， 可以用这个东西把它调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的 combination 就好了，不需要管它的顺序。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写 ，combinations， 我直接来写写看吧。我们 from itertools import combinations， 或直接from combinations。我们先把所有的 combination print 出来看看。combinations， 我们这边直接 print 一下。我们这边是从12个里面拿出8个，是这样吗？不能直接这样，可能要 for 或者是 list 一下。那它生出来应该是一个 generator。
对，那它这边的话就会 print 出来所有的12取8的 combination 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回传一个 list。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这样直接用，我们就 for 所有的 combination 这样子。那每一个的 combination 呢，我们都算它的 output 是否等于我们的 answer 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 comb 我们要把所有 comb 里面的东西see in comb， 我们的每一个 comb 都是有8个元素的一个 list，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 put 进来。那这里就会是 string C。 好，那我们算出来的 output 之后，我们就比较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们这边先 print， 然后就可以 break 了，找到一个就结束。那有可能会有很多个，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找到一个就 break。好，我们要的答案不是 out， 我们要的答案是这个 combination 这样子。好，那其中一个答案就是这样子了，就是0、1、2、3、4、7、9、10。那我们如果不 break 呢，还会有其他答案吗？不知道。哦，有其他答案哦，10跟11是可以，都可以啊。还有3、4、3、5也是可以交换的。好，反正呢，总之这个答案的这个思路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写了这个 for loop 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把任意的这个 input 加进去之后，我们算出它的 output。那算的方法就是用那个 BFS， 就是每一个点会流到下一个点，然后下一个点的那个流浪就是上面的加起来。对，然后如果已经流到 A、B、C、D 之后呢，就把相对应的位置加上那个水量，这样子。好，那有了 input，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最后流到的水量是多少。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找出哪一个 input 是我们正确的答案。那为了找出这个呢，我们使用这个 combination 这个资料包，那它就可以让我们把所有12个开关里面取8个开关的方法都帮我们一个一个列出来。对，那为什么是8个开关呢？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output 的水量推得，就是一开始必须要打开几个开关。那因为 output 呢是8加8加10加6是32，这代表流出来的会是32个单位。那因为一个开关是4个单位，所以32除以4就是8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12个开关里面，必须要打开8个这样子。对，那就是对于所有12个开关里面打开8个的方法，我们去算出来每一个方法是否能得到我们所想要的 output。那如果它是相等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答案print 出来。好，那这边的话应该不是 print， 因为我们最终要的答案是一个那个 true 跟 false 的一个 list，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 list 就是这个东西转换成 true 跟 false。好，那我们这边再用一个 for 吧，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 for I in range 12，那我们就我们的答案会是存在一个 list 里面。那如果就是每一个 i 0到12，我都判断 i 是不是在这个 combination 里面，然后就是 l 加等于就是 i in comp。对，比如说0在里面的话，0的那个位置就会是 true， 那如果不在里面就是 false。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 l 会是一个有12个元素的12个 true 跟 false 的一个 list。那我们算完之后再把这个 return 就结束了，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好 ，success on fun 成功了。好，这样子呢，我们就破到上次那个程式出 bug 的地方了。
好，这一次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记得上次就是在破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啦，是他的这个城市就出 bug 了，那就直接强制结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une fresque murale hexagonale. Chaque carreau peut avoir deux positions, 0 pour une case en relief, 1 pour une case enfoncée. Il est possible de modifier la position de chaque carreau et ainsi modifier le motif affiché sur la fresque. 就是呢，这里有一个六角形的墙，那每一个方格呢都是会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 0， 一个是0，一个是1。那0代表是没有压下去，那1是有压下去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自由的调整它是否压下去。对。那想到这个 hexagon 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知识，就是法国这个国家，你想哦，刚才好像 lag 一下，对，就是法国呢这个国家它的别名就叫做六角形 ，la hexagon。来看一下。Est-ce que l'hexagone de la France？ 对，就是法国的别名就叫六角形，因为它的形状就是六角形。对 ，c'est la France。这是一个小知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别的。这是一个雕像，那这边的形状是跟刚才那个一样。Sortie de l'objet. On voit ici une belle statue et un motif hexagonal gravé. Je peux le retranscrire sous forme de liste 0 et de 1. Une barre ligne, 0 pour une case en relief, 1 pour une case enfoncée. 哦，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刚才那个的 input 吧？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bell， 就是 bow 的那个阴性的变化。那 statue 就是雕像，然后上面有一个图案 ，motif 图案的意思。hexagonal 一样是六角形，那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0跟1。0是凸起来的，那1是压下去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刚才的那个 input 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它这个 hexagon print 出来 ，hexagon。好，反正就是一堆0跟1，第一行有1、2、3、4、5、6、7。那这个，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input。Une fresque murale hexagonale est composée de 7 grands hexagones, eux-mêmes constitués d'hexagones. Il est possible de récupérer la liste des 7 grands hexagones qui constituent son motif. Pour chacun, j'ai accès pour chaque ligne, au cas qui la compose. 0 ou 1。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六边形，它总共有7个六边形，7个六边形。Récupérer la liste pour des 7 grands hexagones qui constituent son motif。应该是有7个六边形，然后我们要把这些六边形呢，怎样啊？转换成刚才那个吗？可能是可能是要把刚才那个六边形，把它每一个都复制到这里的小六边形上面，我猜的啦。我
我们上次是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出错，所以我们先来破看这里。好，我们连接2个 hexagon 跟 hexagons。等一下哦 list the set hexagon for chacun une liste quels tableaux contenant the whole one。有这么简单吗？不知道，我们先来随便试一个看看。我们先什么都不变的话，什么都不变应该是不行。然后下面的看不到了。哦，下面的看不到了，我小一点。Il s'est rien passé，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来想一下，如果把原本的这个小的复制7个呢 ？Python 里面 list 复制的方法很简单，就你取一个 list， 然后把它乘以一个倍数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那要注意的是它是复制那个 reference， 所以你更改其中一个，另外的这边是7个，另外的其他6个也会一起更改，这样子。好吧，这没有什么事发生，所以不是原本的这个乘以7，不是这一个变成7个，那是什么啊 ？Hello， 叶子果酱安安，很久没开台了，好久不见。那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样了。不是小的乘以7个，不是小的乘以7个。有办法。刚才那个是7个正多边，正6边形嘛。Hello， 詹小雨安安，是不是初见啊？第一次看，或者是初见吗？其实我今天这边的人我都觉得是第一次看，除了几个很常来的，可能是因为太久没直播都忘记观众了 ，sorry， 大家抱歉。这个类似 LeetCode 吗？这个比 LeetCode 简单吧？以程式来说啦，对，但是你要，它除了程式之外，还有探索的东西啊，就是类似密室逃脱，你要先收集那些线索，你才能知道怎么解题。对，但解题的部分可能就很简单，比如说你就把一个钥匙插进去就打开了这样子，但难的部分就是你要找到那个钥匙。空都出现，这个我就觉得不是了，因为我看过你很多次了。它可能是教你 x 跟 y 轴拼起来回传。对 ，LeetCode 比较像写考卷，而且它还有那个，比如说你的 memory 要尽量最小化啊，或者是你那个复杂度要尽量最小化这种。那这个游戏就没有，因为它即使再难，它的计算时间都还蛮快的。所以主要目的还是让你搜索，然后动手写程式。那这个游戏蛮好玩的，推荐你们就是找朋友一起玩，那没有朋友自己开2个账号玩。X 轴 Y 轴拼起来回传，什么意思啊？黄金鱼说的那个我有点看不懂。这个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回传的呢？还是我们要先破另外一个？但是我们先破另外一个，我怕又像上次一样出错，直接游戏结束。
对我来讲都开的比你频繁，你好像很少开哦。你可以开日麻，这个东西00哦，0是白色的，1是这样子的。每一个的高度是多少啊？1、2、3、4、5、6、7、8、9、10、11、12、13。高度是13，13的话减1是12。哦，还是想不到。13。其实这个有提示吗？这个不能开提示为什么？为什么跑到这里就不能开提示了？还想说，如果可以开提示的话，看一下。哦，回到这里就可以了。要不然我们看一下提示好了，反正今天的目的写程式。Portion on this to the push。好，来看一下哦。Le motif de la statue a la même taille que les 7 hexagones de la fresque。有时候你看不懂这是要做啥，就是有点类似密室逃脱嘛，反正你就是搜索之后他也不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要自己发现。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自己想说这个要怎么破这个阶段，那我还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那左边这边呢有一个图案，那它是由7个正六边形所构成的。那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找出它每一个六边形呢它是有2个状态，就是黑色跟白色。那我们要想办法找出这个图案正确的形态，就是我们要更改其中的这些颜色，让它这个东西可以被我们破解这样子。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它正确的颜色是什么，就我不知道哪边要是白的，哪边要是黑的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在到处看有没有哪里有提示告诉我说，哪边要变成白的，哪边要变成黑的。那我一开始想到的是，因为这边有给我们一个图案是长这样子，那我刚才就是想说，会不会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就是这里的7个正六边形都把它变成一样的图案，跟刚才一样的图案就好。但试出来结果是错的，这样子。对，所以我现在呢放弃思考，我现在看这个提示。好，这边呢是用法文，我们来挑战自己。Le motif de la statue a la même taille。对，就是法文里面呢，其实是法国人也很常拼错字，他这边就拼错字了。这个 R 呢，它是不能有上面这一撇的。这边讲文法就太复杂了，但是他这边拼错，它是不能有那个一撇的。懂了，谢谢你。好，就是呢，他这边告诉我说，刚才那个雕像那个图案呢，跟这边的7个六边形有一样的大小。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提示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À la même taille。mem 呢，大家不要觉得是迷音哦。这个虽然拼法跟迷音是一样的，但这边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那个叫做 circumflex， 你们可以叫它 hat 啦，就是一个帽子。那这个在法文当中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英文里面就是这个 same 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字呢是一样的意思。代表说，就是7个六边形大小都跟刚才那个雕像的正六边形是一样的大小。
好，那知道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帮助。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提示。Vous devez effectuer une transformation de chacun des 7 hexagones de la fresque en fonction de la statue. On doit effectuer une transformation. 我们必须要对于每一个小的正六边形都做一个 transformation 变形。但我不知道什么变形啊，会是？是什么变形啊？看这个也看不出来啊。我一开始是想会不会是转60度之类的，比如说正中间就放这个，那上面的话放这个转60度，然后接下来转120、180、240、300、360，但这样的话会有2个一模一样的，而且也不对称。会是这样吗？旋转。好，我们来试试看写旋转。但旋转这个东西好像不简单呢，对吧？是不简单啊。它旋转一个六边形，然后它每个六边形是一个 list。我们来试着想一下哦，就用一个小的六边形来思考一下。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比如说这边有2个数字 A、B， 是这样子吗？A、B、C、D、E、F、G， 那我们把它往这边旋转60度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这样子，一样是六边形嘛。然后呢 ，A、B 会跑到这里来，然后 C、D、E， 然后 F、G 会变成这样子。直接硬爆。我们先试试看写这个旋转，那稍等我一下哦。Hello， 回来了。讲到这个就很像 LeetCode， 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 LeetCode 上面有没有类似的题目啦，但我之前面试有写过一题，就是看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原本可能有一个就是四方形的嘛，反正就是四方形的一个矩阵，反正也不是矩阵，反正就是阵列嘛，它可能是长这样，1、2、3、4、5、6、7、8、9、10，然后你要让它变成可能这样子的，就是1、2、3、4、5、6、7、8、9、10，对，反正就让它变成一个环形。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写？这样子，这好像是我之前一个面试的一个题目，让我想到这个东西。那今天的话，形状改变了，改成这个六边形。对，所以刚才那个詹小雨提到的 LeetCode， 的确你可以在这之中找到一些影子。
明天再去实验室做一天就国庆放假喽。对，10月1号放假。我们这边10月1号没有放假，但今年刚好10月10号有放假，绝对不是日本国庆日。绝对不是因为台湾国庆日所以日本放假。那日本是为什么呢？日本是因为不是时处一时，日本是 Sports no Hi， 运动的假期，运动的日子，不知道怎么翻译，运动日。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它弄过来呢？如果今天是3个的话，可能又更复杂嘞。要我对付这种题目，我通常都是必须要先画几个图。所以要节庆活动是运动会啊，大人应该没有在做什么，对我们大人来说就是一个放假日。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会带小孩去玩，不知道带小孩去运动。这个要怎么变啊？这要想一下哦。嗯，这个要怎么变呢？说如果把每一个它的移动都按出来的话，这个是到这里，这个是到这里，这个是到这里。那你可能要对于每一个 index， 你都要根据那个索引值来判断它会变到哪里去。深度估计，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这个小的是7，所以也蛮多的。等一下，我再想一下这一题。如果好像有一些发现了，就是也不算发现，就是要根据它的那个层数来分，就是你可以画这些东西，那每一层的话都独立的，只算它新的位置这样子。嗯，
我再想一下，比如说最外层的话，应该说第0层。看一下哦，先切右上，再切左下。先切右上，再切左下，用2层 for， 2次不转的感觉。然后我没有看懂。我想一下哦，中间的就是第0个的不动嘛，然后这边的话要动。想不太到，等等。等一下哦。刚刚你说的是这样子吗？给我把这个复制一下。这个把它删掉。等一下哦，输入阵列一圈一圈输入，但就是要找出它的 index， 我还没有想到好方法。刚才你说的是这样子吗？就是切这样子，然后找出这边的所有的东西。哦，我知道，那我知道你讲的东西了。那其实也不难了，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子切的话，你会觉得很难，但如果你补0的话，就简单了。就是你在这边补0，比如说 A B C 的话，就变00 A B C， 然后这就是0 D E F G， 然后这边的话是 H I J K L， 然后哇，这是什么？然后 M N O P 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我0用别的颜色画好了，0是原本没有的，我们原本有的只有这些数字。那比如说我用三角形好了，这个我们就补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像这样子，然后这个 QRS 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就补这些，把这些都补起来之后呢，我们切就容易了，我们就是变成是直的切了，就不是斜的了。对，就变这样子了，这样子就简单许多。哦，懂了。那比如说，因为我们的 A、B、C 都是0或1嘛，那我们补的东西，比如说就可以补-1，这个东西我们就补-1上去。那如果是-1的话，我们就跳过这样子。哦，了了，就是在中间这一排，就是中间这一排之前呢都是前面补0，那中间这一排之后呢是后面补0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把它。然后我们先把补0的结果输出来看看。好，有了想法了，那我们来实做一下。我们的 hexagon 是原本的东西，这个的话是，我再 print 一次哦。这个我可以放大了。哎呀，放大下面又不见了。哎呀，放大下面会不见，那我不能放大，只能这样子了。OK， 这个是原本的。那我们知道它是13个，所以这边会有13，所以是前7个的话是，应该说这边会有我们的我这个笔的那个笔上面的按钮太多了，所以我有时候写字会按到按钮，它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动。
我们这边是13，那同样的这边会是13，所以呢13减掉1除以2，就是前6行呢是前面补0，那补几个呢？补的话应该是，反正就是 length 减掉13减掉 length 个0这样子，那后面的话是后面补0。OK， 那有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写了。好，那就是 for L in hexagon， 每一个 L 就是一行这样子。那我前面6行，好吧 ，I L in enumerate。Python 里面 I L 等于 enumerate 的话，就是 I 的话会是0到就是12这样子。那如果 I 小于7的话，那是前面补0。If I 小于7，是吗？你好，13加1除以2是13减1吧 ？I 小于等于6。哦，那没事，小于7可以。那这个的话，我们就 print 的话，我们是要前面补0，所以是0乘以13减掉它的 length，13减掉 length of L， 然后再加上 L， 然后 else， 第7行的话就 length of L 就是13，所以这边13减13会变成0，所以不会补0。好，所以没关系，我们这边就 else 的话就是 print 加在后面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0全部补上来。不对，补的不是0，我们刚刚说的是要补-1。对，因为我们 input 是0跟1，那我们要补一个不会出现在 input 里面的数字，所以我们这边就补-1。但-1看起来这个就不整齐，那我们补2好了。2好了，还是补一个8，看起来比较不像1，也不像0，会吗？好，补8好了。那我们知道8就是我们补上去的数字，那原本的0和1啊就是原本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完补完之后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再把就是等于是我们这样斜的切，那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还原回这样子。对，所以最后比如说向左旋转，像等等还是我们向右旋转好了。向右旋转可能简单一点。向右旋转的话，那一开始出现的就会是这个。好，我们改一下，我们改成向右旋转好了。向左跟向右其实就一样，就是向右1次就等于是向左5次。那我改成向左的原因，向右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看起来这样子会比较简单，那个顺序的部分。我再来重画一次哦。就是我们现在改成向右，我们改成向右。对啊，好，向右的话是 A B C 跑到这，然后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有比较简单吗？等等，这样又不一样了。好，那我想错了，我们还原刚才的。我以为往左转之后它会变得比较好看。好，这样我们还是往右好了。往右的话，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套用上去。就它第一行现在。第一行这里呢会变成我们这个补完8之后的最后一行，然后去掉8这样子。好，
那第二行呢会变成是倒数第二行这样子。所以那 Python 又更简单的写了，因为 Python 的倒数的就是直接负就可以了。OK， 所以好，所以我们定义一个，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叫做 rotate， 就叫 rotate 吧，rotate 一个 hexagon， 它这边 input 已经叫 hexagon 了，所以我们叫做 h 好了，就叫做 h， 就代表说我们把这个六边形往右转，不对，往左转60度这样子。这个结果呢会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移到这里来，就是我们要先算出补完8之后的这个结果，然后这边改成 h。好，补完8之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嘛，所以往左转之后，它的第一行就会是这个。好，那我们新建一个空的结果，叫做 r 好了。那 r 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把那个东西加进去。那我们 rotate 的结果叫这个。那我们中间补完8的这个结果，我们把它叫做 x 好了。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全部存到 x 里面来。我们这边就用 append 吧。好，那我们现在 x 是刚才的这一串东西 ，list of lists 这样子。好，那我们 r 是我们最终的结果，那我们就要把这边也是要 for 一次 ，for 一个13 for r in range 13。那我第一行的话就要加最后这个地方。哦，等一下啊，所以也不用补8吗？要啊。哦，然后我们的 x 现在是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r 的第一行会是这一个，就是最右边的这一个直排这样子，所以它会是我们要 for 每一个 x， 我把它加一个 x 好 ，s 好了 ，x in xs， 我的现在的每一个 x 是这样子的一排，一个横排这样子。好，那我 for x in xs 呢，我的 r 就加等于。我这边可能还要一个中途的一个结果，要把 l 加等于它的最后一个东西，那最后一个就是13减 i 减1，也就是12减 i， 因为我们要从右往左，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加到 r 里面。可能要先判断，如果 x 的12减 i 不是8的话，我们刚刚说8是补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8的话，才要把它加到 l 里面。所以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边我们要算 l， 这边的 l 呢，放太大就下面没了。这边的 l 是我要算出最右边，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个 list 是001100，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叫做 l。那对，所以我先创造一个空的阵列，然后呢，再看相对位置，就是比如说 i 等于0的时候，我先要取的是每一个 list 的最右边，也就是12减 i 的位置。所以我就判断，如果12减 i 这个东西它不是8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每一个元素呢都加到我的 l 里面。所以我这边第一个 i 等于0的这个 l 算出来呢，会是001100这个东西。然后我把它加到我的这个 r 是我们最终的结果，这样子。好，那 i 等于1的时候， i 等于1的时候会变成是说我们要判断 x of 11，
也就是每一排它的倒数第二个东西。我们判断这个东西，如果它不是8的话呢，我们把它加到我们新的这个 list 里面来。所以第二个 i 等于1的时候的 l 是001000000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到 r 里面。好，这边有点复杂，就也是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我们就 return 这个 r 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 print 一下hexagon， 就是我这边的东西，然后再 print 一下 rotate hexagon。来看一下结果是怎样哦。好，结果它 print 是这样子，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把它一行一行分开 print 吧。好，一开始的是上面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旋转往左旋转60度。OK， 所以第一排的话会是我们说最左上角这个切出来的，所以是001100，没错。那第二排呢会是这个001000，也没错。那第三个的话，以此类推会是00100。哦，是这个啦，00，哎，0010010，哎，怎么好像不对？哎，是不是不对啊？等一下哦。001000是第二排，没错。第三排会是这个吧？0010010，但这边最后不对嘞。现在想，回去。我 I in range 3，还是最后有写错吗？最后也没有啊。rotate， 哦，再 debug 一下。我们再 print 一下补完的结果好了。先在这里 print 一下 access。痛苦的 debug 要开始了吗？这个应该很快，我觉得。等一下哦，刚才算错的地方是倒数。对啊，这边算出来是001000，还是我们转的时候转错了？不会吧？这里有算错吗？等等。也没有啊。
不就补？等一下，我要补几个零？是13减掉 length 的。这边它转出来的结果是11，没错。我现在有点不懂为什么转的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在中间 print 一个。00，哦，没有啦，没有算错，没有算错啦，哦，没有算错啦，最后转出来是0001000111。对啦，没错啦，看图的话这样子没错，看图比较准，这样子应该是没错。好，那转的这个就写好了。这样子应该是没错，希望是。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了一个转60度的函数，但我们是哪些要转呢？就是我们有7个嘛。哦，我们这边有7个，那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来画出来看看好了。我们总共有7个正六边形，那是这样子。哎呀，变成5边形。好，那我中间代表它的角度好了，比如说中间这个是转0度，那上面要怎么办啊？60度。我用次数来写就好，1、2、3、4、6嘛。我不知道每一个要转几次，还是其实它某个地方有提示啊？我刚才好像看到说这里有一些小数字，但6的7次方，等一下哦，这里有一些小数字，我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的小。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关系？就是他写的数字是这样子的，他写的数字是1、2、3、4、5、6、7，他写的数字是这样子。那所以难道是这个转1次，这个转2次，这个转3次吗？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只是它在 list 里面的顺序？因为我们有一个 list 嘛，我们有一个 list of hexagons， 这是有7个的，该不会只是代表这一个的顺序吧？我们来确认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看一下它的顺序是怎样。第一个的话是0010000，然后00100，哦，所以第一个是这一个没错。那第二个的话，好像也是这一个没错。3个的话，看不太清楚了。但应该也是这个吧，我猜。看不太清楚，好吧，所以代表这个是它这边的顺序，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再看一下提示。The chacun de cet hexagone de la font une transformation de
Chacun des hexagones de la fresque en fonction de la statue。是我们要对于每一个做一个变化，根据我们的statue。哎，等一下，会不会我们根本就想错啦？根本不是要旋转。等一下，我现在看它的这个文字，感觉又好像跟旋转没有关系。现在想到一个更简单的东西，就是会不会就是每一个，然后每一个跟这个做一个，比如说 binary 的 and 啊，或 binary 的 or 啊，会不会就这样子而已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只要做一个 and 或 or 就好，根本不用旋转。我来试一下好了。我来试一下好了，就是两个六边形，比如说要 or 的话，就是 l 等于0，l 等于这个，然后 for 说不定是镜像。我先试试看 and 或 or 之类的。比如说第一个就先好像不能这样写，等一下for H1 H2 这个东西是一个 list。有时候是 and 的话，就是相乘。搞不好是拼成那张图的形状。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这些。return l for in hexagon。我这边先看看 for， 不太对，等一下。On devait passer que les tuiles sont dans une position. Vous ne devez passer que. 什么意思啊？Vous ne devez passer que les tuiles. 你只能按那些跟雕像的位置不一样的。看不懂它的这个。那比如说是 or 呢 ？or 的话是加起来。哎，成功了！什么鬼啊？我就 or 一下。等，根本就不用旋转，只要 or 就成功了，笑死！成功了，是出来的一个非常有规律的形状。恭喜我们成功了，只要 or 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 rotate。我这边写的东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反正就是对于两个六边形，就是这个小的，我可以做一个处理。那我刚才试的是 or。
那就是每一个点它是0跟1嘛，那 OR 的话就是相加起来，然后就是对于2除去取它的余数这样子。那这边反正有很多个 zip， 大家记得 zip 就是你2个 list 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用 zip 去对它进行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 L1 是一个0跟1，然后 L2 是2跟3，那比如说我今天就 for xy， 我就可以用 zip 这个函数。那 zip 的话就是每2个它会把它就是包在一起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的 xy 呢会分别是0、2跟1、3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今天有很多个 list 的 list， 所以我今天用了很多个 zip 这样子。那用了2次 zip 会取得到最里面的，也就是数字，所以我再把这个数字一个一个加回来这样子。好，总之我们成功了取得这个图样，然后呢，我们上次失败的这个地方，上次应该说是没有破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正确应该要怎么做。Chaque case rouge change de position à chaque essai. Je peux récupérer à la pression actuelle pour chacune de ces cases. Un nombre entre 1 et 100, 0 pour les cases non marquées. 好，就是每一个会有红色的那个方块，大家看到会有红色方块，每一次尝试呢都会换位置。Change de position 就是换位置嘛。那 chaque essai 就是每一次尝试。Je peux récupérer la pression actuelle. 我可以获得每一个红色的，应该是红色的方格，它的 pression， 它的压力值。那这个压力值是1到100之间。那没有红色的方块呢是0这样子。好，这是我的 input。那反正总之我们先把它连起来，刚才那个可以删掉了。好，我们再来看 output 要怎样。Il faut enfoncer les cases afin d'activer un mécanisme. Je ne peux pas bouger celles marquées en rouge. Elles changent de position toutes seules à chacune de mes tentatives. Les pressions sur ces cases seront ignorées. Il y a un système de balancier. Il semble que la somme des pressions sur chaque ligne, chaque colonne et chaque diagonale doit être identique pour que le mécanisme s'active. 好，那我们就是要按这些按钮，让某一个机关启动。Activer un mécanisme 就是让机关启动。然后 Je ne peux pas bouger celles marquées en rouge. Rouge 就是红色的意思。那我 Je ne peux pas bouger 就是我不能移动这些，应该是不能按这些红色的按钮，红色的方格。Elle change la position toute seule à chacune de mes tentatives 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每次尝试它的位置都会移动。然后 les pressions sur ces cases seront ignorées 就是它的压力值我们是无视它的这样子。哦，它的压力值是无视的。然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la somme des pressions 就是压力值的和，每一行每一列就是直的横的，还有 diagonal 就是对角线加起来的那些压力值都要一样。identique 是一样的意思，或者我们刚刚学到的那个一样的法文是 la même 这样子，大家可以记起来，要加一个这个小帽子。doit être la même pour que le mécanisme s'active. OK， 那我们要让它加起来的值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可以先等一下，我可以 print 吗？我 print 它会不会？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一 print 它就失败了。La liste des pressions de chaque case marquée. 哦，他给我的 input 是这些红色的它的压力值，然后我要
输出其他格子的压力值，然后让它这个每一横啊、每一排、每一列它的还有2个对角线，它的数值相加起来要一样。这要怎么算啊？没算过。就是有几个给定的数值，然后我们要算其他的，让它就是全部直排、横排、对角线加起来要一样。这个应该没有唯一解吧？这个应该是没有唯一解的，但要怎么找出其中一个解呢？大家有想法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数独，不是数独，它是数独，它是每个数字都要不一样嘛。那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限制，但就是直排、横排、对角线加起来要一样。那比如说刚才那个5乘5的，好，我们看能不能一次就成功，因为我怕像上次直播一样失败。这边我把有东西的画起来，对，就是这些值我们是知道的，包含旋转没有唯一解，但是它这边是这些是固定的，这样子，就是这些值是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要填入剩下的格子，这样子。我要填入剩下的格子，这个要怎么填呢？是每一个这样子要一样，然后每个横的也要一样。失败要全部重来吗？失败它应该是红色的这个位置会换，对，所以就是没办法置物法。因为你错了一次之后，这个位置就换了，你要重新再想一次。更惨的是，上次我们试一次直接游戏结束，结果这一次尽量看能不能一次就破。我来想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解。红色的位置我们是已知的，不能更动。对啊，它也不像一般的魔方，一般的魔方是比如说5乘5就是1到25，但这个不是，这个是这边的数字给定了，那也不一定是在1到25之间，是在1到100之间这样子。乖乖解方程还是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已经有3个固定的来想，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随便定值啊？好像也不行，因为它有规定要在1到100之间，它有规定要在1到100之间，所以我不能随便放，你有可能加起来，你说可以都放1吗？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再解其他的，这样是比较方便。高斯消去到剩下参数是，你说把这些所有的都设一个变数吗 ？A B C D E F G H I，
这样有几个啊？1、2、3、4、5、6、7，这样总共有18个变数哎。如果你要这样子来解的话，然后18个变数，假设我们什么都不想，只想就是每一个变数可以到1到100之间的话，那总共的个数总共会有100的18次方。总共会有穷举这么多个，绝对不可能这样子的。高斯消去，高斯消去，还是 NumPy 有没有这种 equation solver？ 我们可以写出很多个啊，的确，我们可以写出总共有12个方程式，但我们有18个变数，12个方程式，12个是就是5列嘛，5排，然后2个对角线，12个方程式，这样可以解吗？这样应该是不行解的吧？但是又有规定1到100之间。可是它不能解的话，会直接随便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给一个可行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提示好了。那第一个提示可能不太会有，太爆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一下。Il faut trouver les bons nombres permettant d'équilibrer le système, comme un carré magique. Comme un carré magique， 像一个魔法的平方或者是格子。法文中的 carré 比较很多个意思 ，carré 也可以是一个方块，那也是可以是一个平方。好像英文也是这样子吼，就是一个 square 可以是一个方块，也是平方的意思。法文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要平衡这个系统。等一下哦，上面这边会有。等一下，上面这边会不会是提示啊？这边也是红的，没看到。左上角也是红的，然后在想这个会不会也是提示啊？这个东西它这边有六角形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关呢？我觉得有各位觉得怎么样？应该是有关系的吧？但是什么关系呢？首先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数它的格子吗？还是说一条是代表10，然后这个代表1？还是相反，这个是10，然后一条是1？这总共还是直接数啊？应该不是直接数。整条好像都10，反正就是要么一条是10，要么一条是1这样子。这是这个大关的一条是10。好，那我们先以一条是10，然后这个东西是1来算。好，那我们把它写在这里，这是我们刚刚这个东西。那比如说1号这个位置就是30。这里是30，然后这里是11，然后这边是43，这边是40，然后左下角这边是14，右边是20。
然后这个是34这样子。哦，那我们再把它对应到刚才的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比如说右上角的话就是1号嘛。OK， 所以这里是30。哦，有可能是这样子哎。那这边是这个43，然后这边的话中间是11，然后右边这个是40。每一条的长度不一样，因为它就是每一列的那个格子数量不一样，应该是这样。这边是20，这边是34。哦，有了。如果我们又多知道这些，那难度又差很多哎。这样首先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排每一列它的总和会是这边的这个东西加起来这样子。这边的 sum 假设是 s 好了，那我们就知道每一行每一列的总和。那这个东西的话也可以知道了，左下角这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4个数字了，所以这个也可以把它算出来。那我们写一下算的顺序好了，这个东西可以算出来，然后用 A B C D E 表示好了。这个 A 呢，我们可以用 S 减掉这个算出来，然后 B 可以用 S 减掉这边算出来，然后 C 可以算出来。好，那就没有4格的了。接下来要怎么解呢？哦，还有这个，这个的话对角线这个也可以算出来。然后这边的话有 D 就有 E， 然后有 E 就有 F，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算出来。这个因为这个对角线有了，所以就 G， 然后接下来就是任意的顺序 B H I J 好了。好，那我们就以这样子的顺序来解吧。OK， 那我有不错哦，我们一开始没有发现，但是我没有太注意这些细节，所以没有发现这个提示。那有了这些提示之后，我们多了好多个数字，那应该就很简单了。好 ，grid 的话是，grid 的话是左边这里。等一下哦，它这边也有。这个红色的是 grid 这样子 ，grid 这个变数包含的数，所以我们先把 s 算出来。那 s 的话就等于这个 grid 的0、1、2、3、31加32、31、33、34也加起来，3、1、3加34，然后再加上20跟34，就是20加上这个，然后再加上34，再加上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总和。好。那我们 A 就会等于，我们接下来就按照顺序算我们刚才写的这些 A B C D。那 A 就会等于 S 减掉 grid 括号0 0减掉，我这边用括号把它加起来再减好了，这样会比较简。再加上43加上 grid 20，再加上20的样子。对 ，A 就等于这个东西，那 B 的话等于，接下来就是简单了 ，S 减掉括号 grid 括号，这个是41跟42，
然后还要再加上 A， 再加上 grid 4、2，再加上14，对，就算出 B。那 C 的话就会是 S 减掉这些 ，C 的话等于 S 减掉 grid 13，再加上40，再加上 grid 33。现在就是比较枯燥一点的这个计算过程。好 ，D 等于 S 减掉括号grid 20，再加上不对，是这个斜线，所以是30加上 grid 13，再加上 grid 31，再加上 A， 然后1的话等于 S 减掉括号 grid 20，再加上11，再加上 D， 再加上40。OK， 然后 F 等于 S 减掉这一排嘛，30加1加30加1加 grid 3、4加上14，然后 G 等于 G 的话是这边的斜线，就是 S 减掉 grid 00，再加上 D 加上 grid 33，再加上14。好，那 H 等于 S 减掉 G 加11加 grid 3，1加上 grid 4，I 等于第一排这样子 ，grid S 减掉 grid 0，加上 H， 再加上 D， 再加上30。我希望这个对，要不然错了要重新来一次这个用横的好了 ，S 减掉43加 G，43加 G 加 grid 13加 F。好，我们就来祈祷这个东西算出来是对的吧。然后接下来就回传这个答案。那答案的话是，我们把它叫做 L 好了。那它就是把每一个都填上去，就是 grid 0，然后 HIC 30，然后第二排的话是 43GJ， 3GJ grid 13，然后最后一个是 F。然后接下来的话是 grid 21 grid 20，然后 11D 41。好，然后接下来是20。这些东东。然后终于最后一排了，然后 A grid 4 1 grid 4 2，然后 B 14，
好，我们终于写完了，然后最后就 return 这个 L， 希望这个可以成功哦。我们反正有没有成功，今天的直播应该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反正我们有那个思路有把它想出来，然后也看到我们这个六边形的提示，所以接下来算出来，我相信大家都会。所以好，我们就这样子尝试吧。没 Hyang 的 surpass， 等一下，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为什么？什么事都没发生？等一下，我们来 print 一下看看。但它的位置也没有变啊。哦，有负的哎，为什么会有负的啊？所以是整棵树树棵树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样算出来的和应该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 print 它的每一行的 sum 就好了，先 check 这样子是不是？那每一行的 sum 都是108，那就会有一些是负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这里这两个东西会是负的，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负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正的，那就是每一行我们其实我们要把它们的和是一样的啦。那还有直排的应该也没有问题吧？这样子算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变成正的。那其实有一个方法，我们就是可以把每一个，其实我们可以决定一些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加上一些数字，这个东西还会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这样子。我们可以来这边演示一下，比如说一开始全部都是0的话，如果都是0的话，那对全部加14，你也可以吼，也可以全部加14，我怕有些会爆掉。但看一下这边，如果加14不会爆掉的话，对，那空豆说的是对的，你可以把全部每一个格子都加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就加 x， 每一个格子都加 x， 那个条件还是会满足的，因为你的每一个直排都变成加了 5x， 那每一个横排加了 5x， 那对角线一样是加 5x。哦，对哦，还有红色不能动的那个规定。对啦，对啦，红色不能动啦。对，所以我想的是说，其实还有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动这两个，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加 x， 那我们就找出还有哪边再加 x 会一样满足，就是对角线相加会是一样的，然后每一横排每一直排相加的会是一样的。所以那其实应该也不难吧？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加 x， 然后这样好像在这里加 x， 在这里加 x， 这样子就可以了。但这边有一个红的，然后我先把红的 mark 起来，就是这边是红的，这边是红的，所以不能动。哦，我来算一下哪边可以加 x， 这样对角线会不对。比如说这里加 x 的话，那这样对角线会不对。这里加 x， 那这里加 x 的话，对角线这边就会多了一个 x。对，所以好像不行不行直接加，不行都加一样的啦，应该说。
还是不对，还是我们可以调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这边不要40，这边不要34，会不会这些就跟着改了？我们来试试看哦。比如说我这边不要40，把它变成比如说30，会发生什么事？我现在只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想法，不一定是对的。哎呀，但是我40已经 hard code 了，我这里再把它弄回去，弄成30。我来看一下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哦，这样子的话就改变了欸。对啊，这样子的话，它就这个东西就加了10。哎，为什么啊？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就变了。对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刚才跟现在。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吗？然后这样子执行的话，就是包含那2个格子的数值，这边减少了10，这边加了10，这样子。好吧，就是我们更改其中一个的话，可以达到这2个往上的一个目的。那我再把它缩小一点，现在时间有点不够，所以我要睡觉了。我加快一点速度，就直接把它变成25的话，这样子的话，每一个都变成正的了。好，那我们试试看这样子。这个可能数学应该也可以证明，就是我们更改其中一个的值的话，比如说这个变小的话，这2个会变大，这样子应该是可以证明的。那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证明了，我赶快把这个 return 一下，这样子应该就对了啊？没有，为什么没有啊？不是加起来都一样吗？不是加起来都一样吗？还有什么限制吗？Shark linear, Shark colon, Shark diagonal， 加起来是94吗？40、94，对啊，对角线加起来也是94，没错啊。每一行每一列加起来也都是94，值的最后一行，这应该也是吧？这里是50、80、94啊。66、2、30、14、94，应该都加起来都是94，中间直行不是哦。30，是啊。这是加起来不是30吗？27加3， 30，再加34，应该都是吧？不然我们用一下 NumPy 啊，这个应该有 NumPy 吧？但它直排跟横排的，大家都是94，对角线应该也是94啦，就懒得算了。为什么不行啊？
再用一次看。但还是说不能有一样的值？那有这个条件吗？那也没有啊。是我这里有写错吗？grid 1331333。那我先 print 一下 grid 看看哦。还是我的 grid 它的值？对啊。我们把这个值改掉看看，改成26，让它要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每个都不一样了吧？不对，这个6是一样的，但他也没说要不一样啊。说这个改成33。哦，我不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说要不一样，现在就随便调一些值。好吧，不行。呀，这个明明加起来都是94，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好了，再看下一个提示好了。Les cases rouges sont fixées à récupérer en paramètre. Les valeurs des cases avec des symboles doivent être trouvées ailleurs. 就是有这些标志的，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哦，还是说，这个不是什么一条是10啊？还是它就是一个？对啊。不就是10吗？还有其他可能性吗？我再 print 一下 grid 看看。但每一条颗数不一样，是这样没错。但要算的是它的颗数吗？我先把这个删掉。还是说这是玛雅的数字形态？我来查一下，玛雅是，真的耶！哇塞，哇塞，真的耶！哇，你太聪明了吧！哇，1是点，5是横线，等一下，0是倍型符号，哦，0是一个贝壳，哦，一个点是1，哇塞，哇，感谢你，太聪明了。所以我们这边写错了，这个数字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来写一次。说这个3条线，所以是15，所以这里是30要改成15，然后这边是1、2、3、4，所以是23，这里是23，然后这里的话是5加4，所以是9。
然后这里的话是5加1是6，然后这边是20，然后这边是3加4是19，然后这边的话是10。哇，那我们再把这个替换一下，这边换成23， 11换成6， 40换成20， 34换成19， 20换成10， 14换成9。好，那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替换，应该就可以过关了。来，20换成10， 34换成19。换成10， 34换成，我早知道把它变成变数了。34还有在哪里？然后14换成9。40换成20， 40，哦26，我这边偏，然后11换成6，然后43换成23。30换成15，最后一行不对，最后一行是不是少换了一个？14忘记换成9了。有了，这样应该对了吧？我们这样子提交答案看看。罗马的数字形态，没想到，太强了吧！成功了，成功了 ，success！ 结束了。Le mécanisme d'autodestruction est enclenché。结束了，结束了，谢谢大家陪我这么久，花了2个半小时，笑死！但我们之前没有成功玩完，这一次成功玩完了。最后这个玛雅数字都没想到。果然，玛雅这个一开始的故事的内容还是有一点用的。好，谢谢大家。Jonas，Hello， 刚刚没看到你留言，谢谢谢谢。Kokoro， 谢谢。每一条颗数不一样，差点就去真的算它的颗数了，还好后来有发现。好吧，那今天的话，结果主要都是在玩这个游戏了。其实原本还想分享一下之后要做的事情，但今天有点晚了，就可能之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之后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要做那个人物啦。那用什么方法，下次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今天的话就先直播到这边。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欢迎下次直播再来留言。那下次的话就再随缘开啦。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感谢大家陪我这么晚，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Benito， 拜拜 ，Jonas 晚安，Kokoro 晚安。好，那其他的大家谢谢提供了这么多仪式。好，那就晚安，空豆晚安 ，Levino。Benito， 晚安。